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《让人生顺利运转的开朗之人的科学》。这是一本写给所有想要让生活变得更轻松、更顺利、更愉快的人的书。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：每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，但心情却总是提不起来。明明很努力，却总感觉人生处处受阻，事情不太顺利。本书正是从心态与行为的角度，科学地说明为什么看起来比较开朗的人，人生往往更容易进展顺利，以及即使你不是天生乐观的人，也完全可以后天培养出这种能力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开朗的人为什么人生会进展顺利；第二，事情进展顺利之人的思考诀窍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开朗的人为什么人生会进展顺利。在正式进入内容之前，作者先抛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：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性格的呢？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积极面对问题、情绪相对稳定、容易露出笑容的开朗型人吗？还是一个容易担心未来、反复思考坏结果、常常陷入负面情绪的消极型人呢？很多人一听到这里，就会立刻给自己贴上标签：我就是天生悲观，我性格就这样，改不了。但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，真正影响人生走向的，并不是性格本身，而是你每天所表现出来的言行。开朗是一种会带来正向循环的力量。当一个人保持明朗的心情，面带笑容时，往往会发生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好像周围的环境也开始对他变得友善起来，别人更愿意与他交谈，更容易获得帮助与机会，即使遇到问题，也更容易被理解和包容。这并不是运气，而是一种心理与行为层面的连锁反应。作者认为，开朗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让人生顺利运转的行动力。当心情明亮时，人更愿意行动。当人开始行动，事情就会发生变化。而一旦事情出现哪怕一点点好转，心情又会变得更加明亮。这正是开朗之人所拥有的正向循环。即使你认为自己性格阴沉，也没关系。很多观众看到这里，可能会想，这些道理我懂，但问题是我做不到。对此，作者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安慰：即使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性格偏阴暗、容易消极的人，也完全不需要放弃。因为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，并不是性格，而是面对事情时的看法与反应方式。性格并非一成不变，那些容易往坏处想的思维习惯，也并不是无法修正的缺陷。情绪的明暗，取决于你如何解读现实。作者指出，情绪之所以会变得明亮或低落，并不是因为事情本身，而是因为我们如何解读所发生的事情。同样的一件事，有人可以冷静面对，有人却会被不安和恐惧压垮。差别并不在事件，而在于思考角度的不同。因此，作者特别强调，真正重要的，并不是强行把消极变成积极，并不是告诉自己，我不能难过，我一定要正能量，那样只会造成心理压力。改变一点点视角，就会看到新的可能性。作者建议的方式是，不需要把想法完全反转，只要稍微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就好。就像摄影一样，当你改变拍摄的角度，原本看不到的景色就会自然呈现出来。而让心情变得明亮的线索，往往就隐藏在这些被忽略的角度之中。表情会反过来影响心情。当一个人长期处于低落状态时，思考会越来越偏向负面，而负面的思考又会不断强化消极的情绪。作者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却极其有效的方法。先从表情开始改变。心情明亮容易微笑，微笑心情会变得更明亮。即便一开始做不到真正发自内心的微笑，至少也可以停止板着脸，停止一副苦相。只要表情稍微柔和一点，内心也会慢慢跟着发生变化。当你改变，
世界对你的反应也会改变。当你不再总是愁眉苦脸，当你的态度变得温和从容，周围的人对你的态度也会悄然发生变化，沟通变得顺畅，误会减少，阻碍看起来不再那么巨大。也许人生不会立刻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，但至少事情会开始朝着比现在更好的方向移动。人生顺利的本质是持续的小小好转。作者最后强调，人生变得顺利，并不是因为突然发生了什么奇迹，而是因为这些微小的正向变化不断累积。当事情开始好转，人自然会更容易露出笑容。当笑容变多，能够轻松愉快地度过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多。而这正是开朗之人人生容易顺利的真正原因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事情进展顺利之人的思考诀窍。作者作为精神科医生，在临床中采用的治疗方法之一是森田疗法。这是一种由精神科医生森田正马先生于1919年创立的心理治疗方法。森田疗法的核心并不是强行消除不安和恐惧，而是如实的接纳它们的存在，从而达到内心稳定的状态。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理念是，无法改变的事情就坦然接受，能够改变的事情就努力去改变。像出身、成长环境、学历等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实，应该学会放下，把注意力转向从现在开始仍然可以改变的部分。这一点正是让每天过得更加明朗的重要关键。事实上，可以改变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多。作者从3个角度进行了说明。其一，稍微改变一下思考方式，把人生看作是一连串的体验。人生中既有好事，也有坏事。遇到好事时，我们会感到开心，心情自然变得明朗；遇到坏事时，情绪低落，心情也会变得阴沉。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。但真正重要的是，不要把失败当作终点，而是把它当作下一次成功的起点。在这里非常有帮助的一种想法，就是人生是一连串的体验。体验和赌博不同，它并不是赌一把，把命运交给运气，而是在明确目标、追求成功的前提下，接受失败本身也是体验的一部分，并带着兴趣去尝试各种可能。举个例子来说，走在街上，走进一家从没去过的拉面店，这也是一种体验。如果成功了，你就发现了一家好吃的店；如果失败了，也只是多知道了一家以后不用再去的店而已。重要的并不是不失败，而是在接受失败的同时，继续朝着下一次成功前进。如果能把所有事情都当成体验来看待，你就会更积极地去面对原本犹豫不决的事情。这个也当作体验试试看吧，那个好像也挺有意思的。当这样的连锁反应开始出现时，每天的生活就会慢慢变得有趣起来。想要变得比现在更好，把人生视为体验的连续过程，意味着你在认真的向前的走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。如果一开始就抱着反正不会成功的想法选择放弃，的确可以避免失败带来的打击，但与此同时，也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。很多人把不变当成稳定，但只有在当下已经非常满足的人，才能在变化很小的人生中持续感到幸福。如果现在的生活并不令人满足，那么毫无变化的日子只会让不满一直延续下去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，只要想着不退步就好，人生就永远不会进步。真正重要的是，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，也要怀着想要比现在更好的心情，勇敢地向前迈出脚步。如果什么都不做，生活不可能变得更好。成不成功并不重要，正因为不知道结果，人生才有趣。只要不断进行这样的体验，即使步伐缓慢，也一定能稳稳地向前推进。而在前方，正等待着你更加明朗的笑容。其二，稍微改变一下表情，尽量保持笑容。想要每天都以明朗的心情生活，平时有意识地保持笑容非常重要。如果真的觉得笑起来很困难，
哪怕只是轻轻的微笑，也已经足够了。这看似非常简单，但实际上却是最重要也最容易见效的方法之一。人一旦露出笑容，自己的心情会变得更明亮，周围的人也会感到放松，甚至在健康方面也会带来积极影响。研究表明，笑可以激活体内的自然杀手细胞，提高免疫力，有助于预防疾病。当然，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、忍不住板着脸的时候，但在那一刻，只要意识到我现在的表情有点阴沉，然后告诉自己，试着露出一点笑容吧，就已经足够了。即便是刻意的笑容，也完全没有问题。只要有意识地改变表情，情绪就会自然跟着变得明亮起来。当你带着笑容与人相处，周围的人也会不自觉地变得开朗，而这份明亮的情绪，最终又会回到你自己身上，让你变得更加积极向前。其三，稍微改变一下口头禅。情绪明朗、表情开朗的人，往往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不会用否定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。正因为不以否定的眼光看待世界，人们才能去探索各种可能性，尝试不同的事情，结果也就能每天过得轻松而愉快。相反，那些心情低落、情绪阴暗的人，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口头禅。反正口头禅往往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生观和看待世界的方式。总是说反正的人，往往在真正尝试之前，就先认定多半会失败，从一开始就亲手关上了可能性的大门。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思维方式，等于在还没开始之前，就把未来归零了。如果想要让心情变得明朗，每天过得更开心，就必须停止使用反正这个口头禅，转而培养一个新的说法，先试试再说。类似的表达还有先做做看，姑且试一下也无妨。只要在心里想一句先试试吧，不如先做做看，行动的心理门槛就会一下子降低，挑战新事物的勇气也会自然涌现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大多都是不试一试就不会知道答案的。没有人一开始就掌握标准答案，只有亲自行动、亲自体验，属于自己的答案才会慢慢浮现出来。一旦真的行动起来，你可能会发现，比昨天多认识了一个人，得到了一个新的启发，收获了一点点意想不到的喜悦。这些小小的成功与发现不断累积，人自然就会露出笑容。那么说到这里，如果想要以更明朗的心情度过每一天，究竟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也许有些人会犹豫，第一步该怎么迈出去才好？对此，作者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实际的建议。从今天开始，只放下一件忍耐的事情。想一想，你平时是否一直在忍耐某些事情？从今天开始，只要放下一件就好。比如，把一直勉强自己承担的家务，试着拜托家人，停止一段让你感到疲惫的交际关系，暂时松开一直束缚自己的那道心理刹车，就当做一次体验，先试试看，也许结果会出乎意料的顺利，即便不顺利，也只是确认，原来这样不适合我，再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好了。重要的并不是成功与否，而是觉察到原来自己一直踩着刹车在生活。那么，请问自己一句，这道刹车真的让你更幸福了吗？它真的让你露出了明朗的笑容吗？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刹车存在，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也就自然浮现出来了。在这次内容中，我们介绍了让心情变轻、笑容变多的几种方法，不必全部照做，从你觉得最容易尝试的地方开始就好。觉得现在还做不到的部分，暂时跳过也完全没关系。真正重要的只有一点，一定要亲自去试一试，哪怕只是先试试看。如果不行动，什么都不会改变。只要稍微放松一点点，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就会悄然发生变化。这些微小的改变不断累积，终将带你走向一个能真切感受到笑容与轻松的每一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
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